目前呢，欧华云端教室呢提供了我们右手边所看到的这些课间工具。我们等一下呢，就一起来看看这些课间工具要怎么样来使用。在课堂出席的部分，有提供学生签到和教师点名两种模式，我们也可以两个混合一起使用。那这些呢，都会自动帮我们做储存，也可以随时重新检视，以及把它绘出成 Excel 格式。现在我们就可以马上来看一下咯。老师进入欧哈云端教室之后，您可以看到在同学的下方会显示他是否在教室的状态。那这个部分呢，请老师稍微留意一下。如果同学是使用 iPhone 或 iPad， 有可能他会屏蔽这样的资讯传递，造成了可能同学有在教室，但是他的状态却是显示不在教室。这个部分老师您再参考一下。老师选按课堂出席之后，可以使用学生签到，让同学或老师针对个别的学生来做点名，或是老师直接使用全班已经到，全班未到来做一次性的点名。现在我们就开放5分钟，让同学来签到，按下 Play。同学的画面呢，就会出现马上签到的按钮。当他按下签到之后，老师这边的讯息也会同步更新。那当然，如果老师确认同学已经有在线上的，您也可以手动帮同学直接设为已到、迟到或是请假的状态。这样我们就可以让同学自己或是老师手动来完成这个课堂出席的动作。那么这些记录呢，都会帮我们保留在课堂出席里面的记录里面。我们随时可以把它重新叫出，也可以帮它重新命名，甚至呢，我们后面也会跟老师介绍到怎么样把这些资料做一个汇出的动作。现在我们来看随机抽人和倒数计时的部分。在随机抽人的部分呢，我们有提供全班和小组2种模式。如果您有做了同学分组的状态，那么这个小组功能就可以使用。那已经抽中的同学会被列入排除的名单，这样您就不用担心他会再重复被抽中。当然，您也可以自行选择要手动设定哪些同学需要做排除的动作。进入随机抽人的功能之后，我们可以在这里选择是针对全班或是小组，也可以选择一次要抽几位同学出来。按下 Play， 完成之后关闭，同学端也会马上看到目前有哪些同学被抽中。那么这几位被抽中的同学呢，他预设就会进入到我们的排除名单里面。接下来我们来看倒数计时的功能。您可以在这里设定倒数计时的分钟或是秒数。以我们现在来说，我设定10秒钟，开始倒数计时。那么等到剩下5秒钟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提醒讯息。到时间到的时候，在同学端跟老师端都会同时看到这2个讯息。学生分组的部分有提供系统自动和教师手动2种模式。那每一个分组的组数最多是20组，每一组最多可以有20个人。这些学生分组的记录都可以自动储存，也可以老师随时重新检视或者调整分组名单。进入学生分组的功能之后，我们现在呢，先让系统帮我们做一般的随机分组，分成6组，每一组9个人，按下 Play。在学生端的画面呢，它会显示他目前所分组是在哪一个组别，以及他也会同步看到其他同学的分组名单。
如果老师有需要针对这些同学的分组进行调整，您可以按下记录，在这边就有调整分组的功能。您可以再点选，从名单里面再把其他的同学把它加入。比如说我要把这个同学分到第一组，按下去，他的名单就会在第一组。这些分组呢，您可以这一次上课我们用这个分组，下一次上课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的分组。所以您可以看到在这边我们可以随时去切换不同的分组的一个情形。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快问快答的部分。目前有提供2种模式，一个就是选择题单选，另外就是问答题的部分。那它可以即时呈现同学答题的情形以及它的统计，也可以马上针对答对或答错的同学进行课堂表现的评分。那这些题目呢都会自动储存，你可以随时重新再把它拿出来检视或者测验。进入快问快答的功能之后，您可以先从上面选择你要使用的是选择题还是问答题。那题目的部分呢，您可以手动在这里输入，或是选择你已经现有的图片。接着你可以设定答题的选项有几个，还有要不要限定时间。那么您所做过的这个选择题或问答题都会记录起来。所以呢，您可以像在这边，假设我现在要考同学这一题，那当你进入这个题目之后，同学端也会同步显示这个题目的内容。但是因为现在老师还没有开放作答，所以呢，同学的选项这边是不能够送出的。那我现在呢就准备开放作答。同学端这里有了之后，我们就等待同学作答。作答完成之后呢，您可以看到老师端可以马上秀出即时的作答人数。那如果老师要关闭作答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结果显示出来，就可以看到回答 A 选项的同学跟 B 选项的同学有多少个人。那往下呢，就可以看到每个同学回答的这个选项是哪一个。那针对同学回答的选项，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直接做课堂表现的加减分。像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即时互动的效果。那如果您所出的是问答题，在同学单这边，您就会看到它是一个文字的区域，让同学去作答。那您要稍微留意一下，如果您开放作答之后，同学呢已经送出答案，送出答案之后，只要老师还没有关闭作答，这个时候呢，同学都还是可以修改的哦。所以老师记得，如果您确定要公布答案的时候，您可以先设定关闭作答，这样同学的送出就会被锁定起来。那一样的，当我按显示结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同学回答的内容。那您也可以直接在这边针对同学回答内容，给他做课堂表现的评分。如果老师您来不及输入您准备的题目文字内容或是图片档案，其实你也可以直接指定我的选项有几个，直接 play， 用口头的方式去做描述，这样也是可以。同学端呢，一样会出现这样的选项出来。您就可以做即时的问答的动作，来跟同学做互动。现在我们来介绍即时抢答的功能。这里呢有提供个人抢答和小组抢答2种模式。您可以看到呢，抢答的结果就像我们这里画面上所呈现的，除了有同学的名单，还会有他
所经过的时间。好，那我们现在呢，马上就可以来看一下咯。进入即时抢答这里，我们现在先针对个人抢答按下 Play。在同学端的画面呢，它就会出现这样我要抢答的一个按钮，按下之后，您在这边就会看到它所经过的描述。如果我们现在想要来使用小组抢答，我们可以把这个结果清除，切换到小组抢答，按下 Play。在学生端一样会出现这样的抢答按钮，但是当它按下之后，我们会看到这是第几组的哪一位学生所按下的。那如果进行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针对小组或是个人的学生来进行加减分的评分动作。以我现在这边来讲，我们假设刚刚是第一组抢答到了，那回答也答对，我们就在这边做加减分。那这边呢，我们说明一下，目前云端教室里面的加减分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针对个人进行加减分，一种是针对小组来做加减分。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在整个教室的设定里面去做一个设定的动作，预设值会把这个分数，不管是针对个人或是小组，通通都是加在个人的身上。那目前我在这里是把它设定为小组，所以呢，如果我在这边加上5分，那您会发现小组的计分就会在这里，它把分数呢在这边加了5分，个人的部分就没有改变。现在我们来看学生互评的功能，这里有提供个人互评、小组互评两种模式，以1到5分作为评分的依据。这个呢就蛮适合个人或小组的报告，或是有一些活动，我们来做评分的依据。那它会同时呈现呢学生评分的情形，还有统计的结果。一样的，这些都会自动储存，也可以重新的来做检视。那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看看，进入学生互评功能之后，你可以从上面这里来决定要使用个人或是小组的互评，还可以把学生自我评分的部分做一个排除的动作。在这边我们先选择几位同学来作为我们这次评分的标的，往下卷动到页面的最下方，按下 Play。 在学生端，他马上就会看到每一个同学的名字，还有它下面就会有一个1到5分的评分单。那目前因为老师还没有按下互评，所以同学还不能评分。当老师按下之后，他就可以针对这几位同学给他个别不同的评分，按下送出。在老师端这边就可以马上看到评分的结果，我们就可以及时看到统计的情形。学生互投的功能与刚才我们看到的学生互评的功能非常的接近，它一样分成个人和小组两种模式。那一样可以针对学生、小组以及每个人可以投票的票数做设定，也可以排除自己投给自己的一个情形。进入学生互投的功能之后，这次我们来试看看小组互投。投票的标的，小组把它选择起来，每个人可以投的票数指定好，按下 Play。老师端按下开始互投之后，学生这边就可以有3个投票。当然，他如果选择2个投票也是可以，按下投票送出。那我们在这里就可以把结果显示出来。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讯息广播的功能。这个功能呢，可以把我们的讯息传送到每个装置上，来作为一个提醒。例如说您有重要的讯息要公布，或是小组讨论的时候，我们提醒同学
还大概剩下几分钟，有没有什么重点？那您所发布过的讯息都会自动记录起来，而且可以重复使用。我们来看一下，在这边如果按下去确定广播，那么同学端它就会有一样的情形会跳出来，提醒同学注意。